近日，马来西亚海事机构宣布，中国船只涉嫌打捞二战时被日本鱼雷击沉的英国皇家海军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那么，马来西亚官方的指控究竟有没有道理呢？中国有必要打捞一艘二战时期的战列舰吗？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最近，英国媒体开始大肆渲染所谓中国舰船非法打捞英国沉没战舰的消息，并且频繁炒作。而马来西亚海事机构也宣布称，扣押了一艘在中国船只川红68号，船上有32名船员，其中包括21名中国人、10名孟加拉国人和1名马来西亚人。马来西亚官方宣称，川红68号在马来西亚附近未经报备许可，就在此停泊打捞二战英国时期的4万吨级超级战舰威尔士亲王号，因为他们从川红68发现了其打捞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的356毫米主炮炮弹，并且此前就根据当地渔民的报告，在川红68卸货的码头地点发现了数十枚二战炮弹。那么，马来西亚官方的指控究竟有没有道理呢？中国有必要打捞一艘二战时期的战列舰吗？首先说下这个威尔士亲王号的来头。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是英国皇家海军英王乔治5世级战列舰的2号舰，在二战时期是英国海军的主力舰，采用优质的特种钢建造，舰艇吨位 4.3 万吨，比印度海军去年最新服役的航母维克兰特号吨位要小一些，也是妥妥的海上巨兽了。舰艇装备10门356毫米主炮。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英国海军战列巡洋舰反击号以及4艘驱逐舰作为 Z 舰队前往马来亚。英国首相宣称 Z 舰队派往太平洋的作用就是为了震慑日本军队。但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便从各地调集了88架96陆攻和1式陆攻双发轰炸机，对其进行了饱和式的炸弹与鱼雷打击。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在缺乏空中掩护的情况下，被日军命中多枚鱼雷和炸弹，全部沉入马来西亚附近海域。目前，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在马来西亚附近海域的68米深处，沉没的时候是呈现上下颠倒的状态。英军特地在该战舰上的螺旋桨轴系上浮标，英国海军认为这是英国的官方财产。目前美英主流媒体的观点则是，中国川红68号打捞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的目的就是企图盗取战舰上上万吨的特种优质钢材。不得不说，听了他们这话，不仅让人感觉他们的知识储备实在是太过匮乏。要知道，中国到现在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仅2020年的各种钢铁产量就达9至10亿吨的巨大规模，而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年钢铁产量之和加起来都不如中国。中国的钢铁工业足以生产各种钢材，物美价廉，要缺啥钢铁根本不需要冒着触犯法律的风险打捞英国海军的钢铁棺材，去一趟唐山啥钢铁没有卖的啊。不过后面经过一系列抽丝剥茧的详查，才知道这个川红68号现在和中国根本没有所谓的直接关系。根据公开消息源，川红68海洋工程船是中国2014年建成的，是一艘4200吨级的舰艇，有海洋打捞、海上建筑构建、起重吊装等功能。而早在2017年4月20号，印尼海上巡逻船在廖内群岛省附近海域就抓扣了川红68号。当时我国外交部就明确表示，这艘川红68号已经由马来西亚艾森哲海上工程有限公司以期租方式租赁的，根据合同是马来西亚公司租借使用这艘船只。所以说这说得很明白了，这船是中国造的没错，但是早就由中国公司租借给了马来西亚的公司，到现在至少也有7年时间了。这些年一直在马来西亚附近活动，而且从这艘船以前的记录看，马来西亚这家公司明显是一个惯犯了，
他们操作川红68号进行了多次的水下矿产勘探、打捞等违法行为，摆明了就是这家公司希望打捞舰艇的物件，试图牟利。而对于沉没的英军战舰，英国议会专门通过了军事遗迹保护法，旨在保护指定的英军飞机和舰艇的残骸，对于其他国家未经允许便打捞的行为是不允许的。因此，英国和其他西方媒体要追究责任，就去找马来西亚公司去，别一天到晚挑拨是非，污蔑、造谣、抹黑中国。这事儿和中国根本没有关系，这黑锅我们也不可能背。这事儿实际上很简单，就好比是一个商店老板卖了一支钢笔，这个买钢笔顾客是用钢笔戳伤了其他人，但最后这个伤者反倒是追究商店老板的责任，而是不追究这个凶手的责任。你这不简直荒唐吗？